还是很不敢相信，一辆车里面居然聚集了4个不舒服在强撑的人，其中一个还愧疚到快哭了。奔跑吧天路篇，嘉宾们要自驾去西藏，分组的是由早上的游戏赢家定的。翟子路赢了，拿到了豪华车的使用权和选人权。宋雨琦和沙溢当时都在努力争取，而翟子路先把橄榄枝抛给了白鹿。白鹿一点都不争取，因为他知道我肯定选他。之后翟子路让白鹿替他在沙溢和张真源里挑一个，白鹿没犹豫说肯定选真源啊，肯定选真源啊。等4个人坐定后，白鹿又觉得这样安排不太合理，觉得他们这一组只有自己和张真源2个人能开，但是高原路还是太危险了，想换一个人。李晨当时看到沙溢脸色已经不太好，主动提议让沙溢去豪华车休息，沙溢却直接拒绝了。最后经过协调，把敖瑞鹏换去了豪华车，宋雨琦调到了普通车这边。这期天路篇的录制地点在扎莫公路，全程山路蜿蜒，路况复杂，加上高海拔低压缺氧的环境，普通人站着不动都会头晕乏力，更别说车里的4个人没有1个人的状态适配高原自驾任务。李晨的状况虽然好一些，但是也需要时不时的吸氧。在沙溢开车之前，他已经1个人开了6个小时，就算不是在高原，就算是普通的路上，1个人开6个小时也会疲惫不堪。让1个人顶着高反开6个小时，节目组真的不知道这样有多危险吗？沙溢高反症状严重，双眼布满红血丝，脸色苍白，可是他也心疼李晨要开那么久，所以在最后1小时接了班，一边吸氧一边开车。李晨虽然也不好受，但还是一直和沙溢聊天，帮助沙溢保持清醒，同时时刻紧盯路况，做好随时替补开车的准备。后座的2位女嘉宾更是把有心无力4个字体现得淋漓尽致。王楚然虽然有驾照，但她拿到驾照后长期没有实操，驾驶技术生疏，根本不适合在高原复杂路况开车。而且她的高反症状很严重，手指肿胀变形，全程靠吸氧维持状态，最后直接缺氧晕厥，瘫坐在后座休息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节目组居然给王楚然批了一个睡觉特效。原来在不爱你的人眼里，就算因为高原反应晕倒了，那也是睡着了。宋雨琦的状态可以说是几个人里最轻的，可是她手里只有国际驾照，没有国内驾照，按照国内交通规则完全没有驾驶资格，哪怕她想帮忙分担开车压力，也根本没有办法操作。所以一向是快乐小狗的宋雨琦也在后座沉默着不说话了，只放了一首口是心非来调动一下2位叔叔的情绪。在节目结束之后，他还在泡泡上说要在下一个生日之前拿到中国驾照，这是我第一次在节目里看到宋雨琦这么无力。在以往的节目里，他一直都是最要强的那个，不到90斤的身体能扛起139公斤的钢铁沙漏，比郑恺还多1公斤。马拉松接力赛拼到力竭，5分52秒跑完1000米，冲过终点直接瘫倒在地，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，连所有人都闻之色变的滚动指压板，他都可以咬着牙硬生生走了3分23秒，疼得脸通红，也只是喊了一句。可是在这一期，尽管再怎么要强，他也帮不上忙了。那一刻他得有多自责。而另一边的豪车上，虽然说有3个人可以开，但最终还是被换过去的敖瑞鹏1个人开了大半。当时换人的时候，不是想多1个人来分担吗？怎么到最后任务基本都落在敖瑞鹏1个人身上了呢？不过要说最大的问题还是在节目组身上。这期参与录制的8位嘉宾里，真正具备成熟高原自驾条件、状态合格的人员少之又少，大半嘉宾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高反不适。节目组明明全程跟组配备工作人员、医疗团队，清楚每位嘉宾的身体状态和证件情况，却依旧硬性安排高原自驾任务。综艺录制的核心永远是安全第一，所有趣味任务、主题呈现都该建立在保障人员健康安全的基础上。天路篇的初衷是致敬天路建设者，展现雪域山河风貌，传递正能量与奋斗精神。这份立意本身十分正向，但正向的主题也不该用嘉宾的身体消耗和安全风险来铺垫。这种拿艺人健康换节目效果的操作，跑男早就不是第一次干了。2018年在山西大同录制100人赛跑那期，当天录到天黑，还下起了雨，跑道湿滑的不行。邓超在冲刺环节狠狠摔在地上，右手臂先着地，当时疼得他站起来，没走2步就再次摔倒。节目组只让随行医生给他敷了半个小时冰袋，就催着他继续录完剩下的环节。邓超咬着牙撑到凌晨收工才去医院，结果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，后面花了半年才彻底治好。更早的2017年第5季第9期海边大黑球赛跑环节，那个直径2米多的大黑球，光是看起来就让人毛骨悚然了。baby 那年刚生完孩子，被大球直接砸中后背，整个人飞出去1米多远，当场昏迷。这一次还让他的左手无名指骨折变形。可节目组不仅没在正片里说明真实情况，反而把这段剪成了搞笑片段，配文居然是萌妹子平地摔，连个受伤的说明都没有。后来 baby 的手指留下了永久性损伤，至今都不能完全发力。不把艺人的人身安全放在心上的节目，怪不得现在大家都不爱看了。这下大家都可以把矛头指向节目组，说上一句当时确实不舒服了。